娘抢了我娘的主母之位，你抢走了我的嫡女名分。要不是你，我又为什么要忍辱负重？你不就是喜欢高高在上吗？现在终于是我在上，你在下了。你说什么？你的母亲其实是被父亲害死的。前世作为护妹狂妹的我，不仅事事护在柳寒烟的前面，有各种好吃的、好看的衣服都给她，就连家里吃喝用度我都受益和我一样。万万没想到，最后送我下去的竟然是我百般呵护的妹妹和爱了10年的丈夫。姐姐，你看她好可怜，我们不如带她回家吧。姐姐是不高兴了吗？是的，我确实不高兴了。这个乞丐，我是不会带回去的。姐姐莫要生气，我只是瞧他可怜。你只凭一时善心随口一说，可曾想过其中的厉害？上一世是柳寒烟主动提出要救陈复之的，我因他来历不明，起初并未应允，没想到就因这一念之差，竟让陈复之对我怀恨在心。后来无论我如何尽心栽培，他都视若无睹，反倒对只动了几回嘴皮子的柳寒烟一往情深。在后来宴席上，陈复之凭我写的诗句一战成名，太子邀他入幕，计策出自我手，功劳却全归他。太子登基，他平步青云，官至宰相，他拜相那日，父亲被诬陷贪墨赈灾1两，满门抄斩，我被囚折磨，妹妹成了宰相夫人。小姐回到府上，丫鬟唤了好几声，我才回过神来。跨入府门，我才真切感到我重生了。我决意了结他，不过在动手之前，我打算先把他送去南风馆，趁他病要他命。晚膳时分，一家人围坐，我望见父亲又添了几许白发，他待我殷勤和慈祥。知晓真相的我只觉心底寒凉。柳寒烟殷勤夹菜，我效应下，却始终未动他家的饭菜。父亲察觉我与柳寒烟的异样，饭后悄悄问我怎么了，我借口不是回房，决意好好筹谋接下来的每一步棋。我需查证母亲死因，熟知未来，便是上天与我的忧策。依前世轨迹，3年后三皇子勾结不足造反，内忧外患，陈复之随太子出征，我被困京城，变卖嫁妆筹军，想招兵买马，他却暗带柳寒烟赴边关，反倒驳了才子佳人的美名。父亲知晓内情，却始终沉默。我的苦心尽数淹没于战火白骨，我苦心攒下的银钱，日后竟成了诬陷我的罪证。3年战乱将至，经商集资培植眼线，方能保全性命钱财。我刻意避开与他来往，他便屡次向柳廷章诉苦，我心中隐觉不妥，却未料危机来得这般快。那是一个午后，我因急着核对账目，出门未带多少人手，随行的只有轿夫和桂花。可行程比预想中漫长了许多，途中我总闻到若有似无的香气，身上渐渐燥热起来。忽然，轿夫停了车，桂花啊了一声，滚落在地。我掀开帘子，正瞧见轿夫用猥琐的眼神盯着我，我才明白眼前发生的一切。这轿夫正是柳寒烟前不久招进府的人。我迅速反应过来，拔下簪子朝他刺去。轿夫吃痛，我趁着间隙，拖着绵软的身子跑出巷口，拼力往人多的地方去。视线越来越模糊，浑身无力。救我！醒来，我已在一家客栈，送我来的那人却早已不见踪影。桂花只道那人见我无碍，便匆匆离去。贼人也已被扭送官府。我心中生出几分好奇，命人暗中打探他的行踪。歇了片刻，我便让桂花扶着我回了襄府。一进门便见柳寒烟正在来回踱步，像是在等什么消息，看模样心情甚好。他注意到我的身影，见我完好无损时，一时没拿稳手中的花，掉在了地上。父亲在何处？你找爹爹做什么？柳寒烟，今日之事，我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啊，怎么了？脸色这般难看。爹爹可知，女儿今日险些失了清白。这种事不可乱说，你先下去，把门关好。父亲，女儿好怕。那轿夫呢？快说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那轿夫被抓后，亲口说了，是二小姐柳寒烟主使他害女儿。一派胡言！寒烟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？你竟敢污蔑她！燕儿虽有过错，你也不能将这重罪扣在她头上。父亲不信我，若父亲不信，那贼人就在官府，您尽可去问。放开我要见姐姐。小姐，您不能进去。放肆！还不快将他带回院里禁足！放开我！我会查清，你先回房歇息。
是。我原以为父亲只是疼爱柳寒烟多过我，却也是疼我的，可事实却是残酷的。桂花心疼地煮了鸡蛋给我敷脸。接下来几日，我萎靡不振，半步不曾踏出院落。我讽刺地笑了笑。我躺在床上喝药，父亲下了早朝便赶来看我，他语重心长道：这孩子素来乖觉，我竟不知他私下是这般模样。爹爹，我已原谅他，只是不想再见到他了。父亲明白，只是嫣儿还小，又没母家，并非父亲偏心，她到底也是我的女儿啊。父亲，你可曾想过，我也是你的女儿，我也很小就没了母亲。上辈子我从未留意他，总记得柳寒烟的生辰，总让我让着他，他那般疼他，最后却死在他手里，只因为他觉得他亏欠太多。父亲不肯，那女儿不如直接撞死好了。柳廷章不语，似在掂量我这话的真假。见我哭得梨花带雨，他立刻改了态度。好，好，好，都依你。来人，把柳寒烟给我送到城郊的寺庙去。是。变故来得猝不及防，可我打心底里不信父亲会真的送走柳寒烟。他送走她不过是换种方式护着罢了。我经营铺子的事他清楚，我自有底气。这样也好，当初告状，我本就没指望能连根拔掉柳寒烟。我此举一为试探父亲，二为警告韩林。他的态度已然明了，母亲果然是父亲所害，人正便是当年诊治的大夫。柳廷章无母亲妒忌，唆使大夫加药害命，那人得银后连夜逃窜，这般医者根本不配活在世上。同批送来的消息还显示，救我的那位恩人最后的踪迹是在皇宫。时光如流水，这些年我暗中培植的势力已逐渐壮大，重点安排他们监视柳寒烟与柳廷章的一举一动。正因这个安排，我不仅让柳寒烟设下的各种绊子尽数落空，更是提前得知柳廷章有意提前将柳寒烟接回府。所以当桂花告知我此事时，我并未感到意外。老爷有意提前将柳寒烟接回府中，我已知晓。厅堂里只坐着柳寒烟一人，府中下人来来往往，却无人在意他的存在。桌上仅放一杯热茶，再无其他。他身着一袭素色长袍，五官较之前长开了许多，愈发标致，瞧着倒是朴素的很，但头上的那只金钗格外的惹眼。当柳寒烟见到我来了，连忙放下热茶，挤出一丝笑意：许久不见姐姐，妹妹甚是思念。3日后皇后赏花宴，你与韩元一同赴宴。说是赏花宴，说白了便是相亲会。自那日父亲提起太子有意于我，我虽一直以病推脱，却知这一天迟早会来，只是没料到柳寒烟也赶上了，这不由让我生疑，怕是父亲授意让柳寒烟提前回府。毕竟他今年刚满16，正是适婚的年纪。赏花宴如期而至，我无异于太子，只随意打扮了一番。与我同去的柳寒烟倒是穿得花枝招展，满头金玉，腰间还别着一只银质缠枝葡萄香囊，幽香暗拂，引来不少贵女侧目。皇后端坐于上首，太子就在她身侧，目光直直落在我身旁的柳寒烟身上。柳寒烟显然也察觉到了，不时以善掩面，与太子眉目传情。皇后轻咳一声，低声与太子耳语，面上似有不悦：沈福听的狗肉成选。其实早在上一世，我便听闻太子私下放荡好色，常命人暗中搜罗民女送入府中。这一时，我的情报也证实了这一点。这样的人根本不配为君。我正攥紧酒杯思量下一步棋时，身旁忽然有人将酒水泼了大半到我衣袖上，我不由低呼一声。那位小姐显然也未曾料到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回皇后娘娘，是小玉方才不慎弄洒了酒水，惊扰了娘娘雅兴。无妨，既如此，便让宫女带你去偏殿换身衣裳吧。是。莫非是皇后嫌我穿的素净，特意让人送来的？换好衣裳后，我并未急着回去，让宫女引着我在园中随意走走。偶然行至一处僻静小院，四周荒草丛生，透着几分阴森。我问宫女这是何处，宫女答道：回小姐，这是安宁宫，从前梅妃娘娘的住处。梅妃，那不就是三皇子萧承乾的生母吗？早些时候只知梅妃颇为得宠，后来不知何故忽然触怒容颜，最终病逝深宫。原本热议的东宫人选，也从萧承乾变成了如今的太子萧玄景。萧承乾之后更是自请驻守边关去了。我随口问道：为何如此荒凉？圣上不许打扫，也不赐人居住，便荒废了。我敏锐地嗅出一丝蹊跷，梅妃由盛转衰本就异常，这其中的曲折恐怕与皇后脱不了干系。正要离开时，身后殿内忽然传来一声咳嗽，心底不由得泛起一阵寒意，问道：宫里有人？没有啊。
我蹙了蹙眉，正要推开宫门，里头的人却先一步走了出来。我抬头望去，只见一位身着蓝衣的翩翩公子推门而出，与周遭绿叶相映成趣，甚是好看。只是这人怎生如此眼熟？未等我反应过来，身旁的宫女已先行跪下。三皇子万福。我一怔，想起来了，却不是因他是三皇子，而是想起他便是那日救过我的恩人。就在这短短一瞬，当年查到的情报也涌上心头，更是想起他当日突然出现在京城的原因。按着前世的记忆，那时皇上已秘密将驻守边关的萧承乾召回。至于我为何知晓此事，也是因在柳廷章书房寻书时，从一张翻落的纸条上无意中看到的。只是不知皇上在想些什么。足足过了1个月，才昭告天下三皇子回京。此举在朝野掀起轩然大波，人人都在猜测皇上是否要御厨。但很快猜测便平息了，因为皇上封他做了个闲散王爷，连兵权也收了回去。所以在谋反之前，萧承乾一直都是游山玩水、放荡不羁的模样。不单上辈子如此，这辈子亦然。正因这些缘故，我素来与他鲜少照面，这才一时没能认出。宫女见我迟迟未行礼，悄悄推了推我，我这才回过神来，忙俯身道：“三皇子万福。”咦？三皇子万福。咦？自己的教念，柳寒烟却迟迟未现身。等了足有半炷香的功夫，我隐约生出几分不祥的预感。不多时，群人的宫女几乎是朝我奔来的，好不容易停下脚步，喘着粗气道：“出事了！柳二小姐和太子。”柳寒烟胆大包天，竟敢与太子暗通款曲。皇后无奈，只得请旨将她封为太子侧妃，本月内便抬入东宫。圣旨下来之后，我屡次听见柳廷章训斥柳寒烟，无非是说若嫁过去的是嫡女，那便是太子妃。如今换作柳寒烟，便只能区区侧妃之位，她的权势也要随之矮上一截。其实按柳廷章的盘算，最好是我与柳寒烟一同被太子看上，谁知他竟做出这等丑事，我与太子的事也只能暂且搁置。看着柳廷章气急败坏的模样，他果然还是最爱自己的前程。大婚很快来临，丞相府满目绯红，今日宾客众多，若不是柳寒烟是庶女，恐她还要铺张几分。主母已故，我这个嫡女便担起了大部分主母的职责。柳廷章忙着应酬道贺，我也忙着接待往来，但我分明察觉到有不少人的视线落在我身上。我百无聊赖，索性乔装打扮，去了自己名下的茶楼小坐。茶楼鱼龙混杂，是收集情报最好的去处。我端起茶盏，朝楼下人潮汹涌处望去，忽而与一道清冷的目光相遇，是萧承乾。我与他相视一笑，他转身没入人群，不多时便坐在了我面前。他今日大喜，三公子不必赴宴吗？来，这是云间，是今年的新茶，你尝尝。大喜，不过是个妾室，你父亲逾矩了，指望他莫要被弹劾才好。不出意外，新娘本该是你，你怎的好像漠不关心？若我说我不想嫁给他呢？姑娘随心便好。公子似乎不太关心这些事。你直接说不想嫁给他，这话若传出去，保不齐要得罪人了。人不过一堆白骨一张皮，他们要杀要剐，我也阻拦不了，不是吗？你与那些世家小姐不太一样，只因我不愿嫁给他。不，若能选择，许多小姐也会选喜欢的人。我指的是你说话方式特别，像我在边关见过的塞外姑娘。原来如此，若有机会，我也想策马去塞外看看。听说那里有一片荒漠，还有会随风滚动的草丛，运气好的话还能看见一片幻影。我眼中氤氲着憧憬之色，险些没留意萧承乾正望着我，我差点忘了男子素来不喜女子走出闺阁，若我暴露太多，恐怕会对日后的联盟不利。于是我强行转开话题。我们女儿家总是被关在闺阁里，闲时便看看画本子，这些也都是从里边看来的。有什么？那里有你想要看到的一切。萧承乾目光灼灼地望着我，仿佛在透过我望向那一望无际的沙漠。最后我晃晃悠悠回到丞相府，脑海里全是萧承乾留下的那句：那里很好，你终有一日也能看到。我大宋百姓终有一天，丝绸路上无需再受战乱之苦。那塞外风光，我所见之处，都将是我大宋的。母族势力时，太子无能易中计，只需设计引其犯错，母族必会出手保全。其余的话我没有多说。萧承乾眸光烁烁。过了几日，外头传来太子当街伤人的消息，他的母族为保他，多次向皇帝谏言求情，谁知反倒惹得龙颜大怒。太子禁足东宫，抄写罪己诏。我听闻消息时，便已知晓幕后主使是谁。太子只是无能，并非草包，他不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出当街伤人的蠢事。至于为何伤人，自是因为有人故意言语相激，惹怒了他。不过不管缘由如何，太子终究犯了众怒。一些墙头草已悄悄转向萧承乾示好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半年前萧承乾还默默无闻，如今已然炙手可热。他本人忙得脚不沾地，茶楼也许久没来了，距离那件事似乎也越来越近了。每个人都像是棋盘上的棋子，被时间推着走下一步。我正这般想着，萧承乾却冷不丁出现在我身后。猜猜我是谁？应当是个人。
萧承前轻笑出声，坐在我面前，眼中依旧是止不住的笑意。换做从前，他可不会有这般痴汉行径。于是我问道：“今天是东边那位吃瘪了，还是有哪位大人来投靠你了？”聪明，他今日被训斥了，父皇又分派了不少事务给我。这是好事。你有心事？有。哦，这世上竟还有事能困住你？你会勾结外族吗？你为何这样问？我与边关将士同生共死4、5载，我亲眼看着他们如何将襁褓中的婴孩挑起刺死。我身边的弟兄今日生，明日死，我对边族是带着恨意的。记得有一年，我打了胜仗，那时士气高升，可每个人眼中都含着泪。我看着沉浸在回忆中的萧承前，渐渐出神，心中愈发有了一个猜测。再结合这些日子父亲与太子的暗中往来，还有上一世陈父之曾问过我的这个问题：若你地位不保，此刻与你竞争的只有一人，你会怎么做？之后斥候来报，边关异动，萧承前因熟悉边关情形被紧急外派，再然后便有了叛乱。那时是太子第一个站出来说萧承前谋反的。想到这里，我神色恍惚，一时坐不稳，呼吸渐渐困难起来，不敢再往下想。萧承前自顾自说完，才发现我的异样，他只当是自己描述的战争场面太过血腥，吓着了我。是我的错，忘了你没见过这些。不，今日就到此为止吧。我蓦地站起身，推门打开了茶具，刚毅顾不上这些了。我一路小跑，踉踉跄跄出了茶楼。萧承前还想追来，我语气不善的让他停步。站住！上辈子我竟做了天下的罪人，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。回到相府后，我直接高烧了好几日，期间隐约瞧见萧承前也来看过我。府里人以为我招惹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，请了道士来做法。他遣散众人，对我说：前世孽障皆已清除，你也不过是个不知情的可怜人。原主，放过自己吧。不知是误打误撞还是怎地，那次之后，我的高烧竟莫名其妙退了。身子稍好些时，我便让桂花推着轮椅坐在庭院里。看了我这么多次，你不怕那些流言蜚语，不怕我父亲？我坐在轮椅上望着秋景，缓缓问道。余光里，我瞧见了那片熟悉的衣袂。流言蜚语而已，你值得。萧承前接过桂花手中的轮椅，说这句话时，低头凑在我耳畔。几日不见，想必三皇子在官场上经历了不少风花雪月，竟也学会油嘴滑舌了。我不留情面道。萧承前摸了摸鼻尖，有些不好意思，他的声音忽然低如文瑞。那也只是对你这样。我心底滋生出一丝异样的情绪，假装没有听见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都默契的没有说话。萧承前就守在我身侧，我悄悄看了一眼他推轮椅的手。上辈子我算是间接害死了他，这辈子我定当不遗余力的帮他。忽然，萧承前停下脚步，望着满树金黄，感慨道：快中秋了。我受邀参加了中秋夜宴，宴会上歌舞升平，那位一直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皇帝也端坐上方，时不时掩面轻咳2声。太子坐在最前面，有韩嫣并未出席，我悠然自得地坐在下方，以茶代酒，与对面的萧承前遥遥相望，共饮一杯。忽然，上手的人开了口：听说柳家大女已19，仍未婚配。霎时间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，我心里陡然生出不祥的预感。自时时举杯，朝我遥遥一敬。我压下心中不适，起身行礼：回陛下。是。前儿已经25了，别说正妻，连个妾室也无啊。皇帝打趣地看向坐在下方的萧承前，太子与皇后的面色瞬间难看起来。皇帝的意思已经再明显不过，我反倒松了口气，竟觉得嫁给萧承前也坏不到哪里去。但我心中依旧抗拒，此事太过突然，况且我与他只是联盟关系。我暗地里与萧承前交换眼神，对方微微耸肩，显然也毫不知情。皇帝自顾自说道：不知前儿对柳小姐意下如何？柳小姐冰雪聪明，只是孩儿一直游手好闲，不敢耽误家人。他四两拨千斤的将话挡了回去，但皇帝没有就此作罢的意思，转而将矛头指向了我。那柳家小姐是什么意思呢？三皇子智勇双全，只是民女无才无德，怕是配不上三皇子。你们两个，一个自称游手好闲，一个自称无才无，却有一个夸他冰雪聪明，一个夸他智勇双全。朕看呐，你们两个是天生一对。从前便有传言说前儿曾英雄救美，朕还当是谁嚼舌根子。后来前儿又多次去刘府看你，这不就坐实了吗？若你们2人害羞说不出口，那此事朕替你们做主了。谢陛下。谢父皇。
我们异口同声，落在旁人眼里变成了郎情妾意。宴会散后，太子路过我时丢下一个狠厉的眼神，萧承前站在我身后，同样以一记眼刀还了回去。离席之时，身边的人都掩面私语，不住地朝我与他对望。如今谁人不知我与他乃是皇上钦点的鸳鸯？萧承前见我面带怒色，急忙解释：我也不知父皇会如此，早知如此，当初我便忍着些，不来看你了。后半句他们说完，我也不想问，满脑子都是烦心事。我气鼓鼓的走了，留下萧承前一人在身后踌躇。我素来少有这样女儿家的小性子，可自打对上萧承前，便屡屡失态。回到府中，柳廷章对此倒没有太多惊讶，只是面上添了几分愁容。毕竟当年三皇子频繁入府的事，他不是不知道，可对方到底是皇子，他又能如何阻拦？因着这事，太子私下已与他离心。其实早些时候，他便已跑来敲打过我，我只装作听不懂。不想竟发展到了这般局面，圣旨很快下来了，婚期定在半年之后。柳廷章阳奉阴违，待太监走后，便暗自发怒，命人将我关在院中。来人，在，把大小姐带到西跨院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踏出院子一步。若我死了，你害死我母亲的事迟早会被散播出去。我也撕破了脸皮，将他害死我母亲的事说了出来。他起初还在演戏，直到我说是柳寒烟告诉我的，他大骂一声蠢货，随即疾步离去。自那之后，我又恢复了往日的待遇，只是身边多了不少盯梢的眼睛。萧承前多次来看我，也被他挡了回去。幸亏我的暗卫已趋于成熟，暗地里我仍能有所动作。婚期在半年后，但距那件事的发生只剩2个月了。这辈子虽没了陈复之与我的出谋划策，事情的轨迹却诡异的上辈子的重合。比如一直扮作行商的眼线告诉我，他瞧见几个太子的亲信，悄悄往西边去了。算算日子，2个月左右，刚好够他们从边关往返一趟。这件事我必须想办法告诉他。夜里，我偷偷召来暗卫，命我部下武艺最高强的暗卫潜入萧承前府中，朝萧承前的卧房射入一只飞镖，上面写的东西便要靠萧承前自己领悟了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萧承前趁柳廷章不在，急匆匆来了我的院子。如今我们明面上已有婚约，无需再去茶楼遮掩了。几日前，我收到一张字条，上头莫名其妙写着小心边族与太子勾结，但这还不是最奇怪的，最让我疑惑的，幸亏是我先发现的。若让萧玄真他们察觉你在暗中，你暗中培植眼线，可知会有什么后果？我的表情也严肃起来。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1年前，那次赏花宴后，我便私下查过你。这里的探子都不如边关的耳目灵敏，他们常年身处风沙之中，尚能望见3里外的敌人，更别提在这繁华京都了。你调查我？你数次出现在我眼前，又是丞相之女，而我总被太子一党追杀，我自然要多查查你。那你既已发现，为何没有制止我？我发现你也在监视太子他们，这对我没有坏处。对峙之下，我深知已无法隐瞒，深吸一口气道：那张字条是我写的，我的部下近日带回一条重要消息，太子想勾结边族除掉你。我一直忍着不惹他，没想到他竟胆大妄为到这种地步，还用这等卑鄙无耻的手段。你先稍安勿躁，我已经派人前去拦截了。只愿这次我真的能改变命运。虽然有些事情被我改变了，另一些我无法掌控的事，依旧朝着他的结局走去。皇帝在上朝时突然昏厥，太子临时代理监国，太子母族势力随之水涨船高。一上任便先给萧承前安了几个莫须有的罪名，将他禁足府中。柳廷章几次3番故意跑来告知我萧承前的境遇，我冷脸不理他，他自讨没趣，便来的少了。我内心倒并不慌张，因为在此之前，我已让萧承前在府中秘密挖好了地道，一条通往无人院落的路。不过眼下出门已成了难题，毕竟萧承前的府邸是他的，我住的地方是丞相府。如今太子一党一转明面上监视我心急如焚，但转念一想，便又寻到了出路。我不能出门，不代表别人不能出门。我去了后厨负责采买的人那里，吩咐他去替我买如意斋的糕点，非要天上月不可，若不是，我便将你赶出府去。是，我这就去。而我所说的如意斋，是我用假名开的铺子，天上月则是暗号。待他回来，我看清上面独有的天上月印记，将糕点掰开，里面果然藏着一张字条。贼人已抓，事成了。眼下便是出去见萧承前的时候，但那些人警惕得很，生怕我与萧承前联络上，这也是我不敢飞鸽传书的原因。我心急如焚，转头瞧见运输粮草的马夫，车上除了草垛，还有一口大箱子，心中顿生一计，今日是出不去了，但明日兴许可以。天蒙蒙亮时，府中下人们尚未起身，我先取身火进箱子里，后又觉得不妥，连忙起身胡乱塞了些草盖在身上。幸亏这箱子够高，不一会儿推车缓缓移动，外头的人嘿了一声，对身旁同样忙碌的伙计说：“这车今日怎么沉了些？我看你是睡昏头了，那车本就那样。快去吧，今日多拉些草回来，老爷新买了几匹马，等着喂呢。”
我面无表情地听着这些话，心里只盼着过门时能顺利些，不知是否上天眷顾，车竟真的一路通行无阻。待箱子终于停下，我迅速打开箱盖，找准方向拼命往外跑，终于到了城郊那座院子。我推开门，凭着记忆摸索机关，一个大洞缓缓出现在眼前。我吹亮火折子，走了进去，忽地瞥见一抹人影，我不敢确认是否是萧承前，连忙吹灭火折子，躲到另一个出口处，等看清来人，我才终于松了口气。萧承前也察觉到了我，原本警惕的神情顿时松懈下来。没时间多说了，眼下情况紧急，我跟你细说。我们先将那2个人保护好，再想办法潜入皇宫。宫里人对你眼熟，我扮成太监，旁人不易认出。我扮作采买的太监，萧承前换了太监衣物藏在货箱里，原本是为要开箱验货，我以为这一关逃不过去了，谁知半路杀出个真太监。只见他说道：“此乃我师父李公公要的东西，谁敢动？”此话一出，在场的人便没有一个敢动了。我眯眼凝神望去，是张小孩，我心中激动难以言表。他悄悄对我眨了眨眼，示意我们跟上。张小孩是我探子部下中唯一主动要求入宫做眼线的，救下他时正值寒冬，他爹娘都冻死。多亏张小孩方才的举动，我们顺利入了宫。到了上宫局后，我悄悄将萧承前放出来。随着我们愈发接近养心殿，侍卫越来越多，戒备也愈发森严。皇帝吃药的时辰，我们早已摸清，方才特地去了趟太医院，将那准备送药的太监打昏，如今还在墙根下睡着呢。一路端着药，我们畅通无阻，直到离养心殿只隔1墙时，那守门侍卫却忽然拦住了我们。怎么从前没见过你们？那2位公公呢？是这样的，这2天天气转凉。2位公公偶感风寒，怕传给龙体，便让我2人来送药了。说着，我从早已备好的钱袋里掏出几锭白银，那侍卫顿时眉开眼笑。进去吧，进去吧。我狗腿的应道。萧承前打量了我几眼，显然没想到一贯以大小姐自居的我，还有这般油嘴滑舌的一面。我们小心翼翼进了养心殿，殿内只有零星几个宫女。进去后，萧承前3下5除2将宫女打昏，皇帝躺在床上，除了精神萎靡，身上却看不出什么不适。照此情形，他是被软禁了。皇帝抬眼看向我们，毫无意外之色。你终于来了，若你再不来，朕便要考虑将这江山拱手让给太子了。儿子让父皇失望了。萧承前跪在皇帝身边，我不明就里，也跟着跪下。这父子俩说话像打哑谜似的，听他们的意思，莫非皇帝早已察觉？刘梦荣，朕果然没看错，他是个好孩子，幸亏没随了柳廷章那老东西的性子。孩儿此来是为向父皇禀报一事，大哥意欲勾结外族，幸亏人已被拦下。混账东西！身家有的东西太多了。当年为登上皇位，朕不得已册封她为皇后，只能让你母亲屈居人下。朕原以为这般也好，谁知皇后永不知足，竟给你母亲下药。朕深知你母亲秉性，她绝不会那样做，但为稳住朝局，朕只能忍痛冷落她。结果你母亲那般刚烈，竟直接自尽了。申氏，朕给过他们机会了，钱儿，你的仇可以报了。这一刻，我瞬间明白了他们的布局。上一世，因我的策反计划间接影响了他们，致使萧承前被调走。这一世，虽我父亲同样想到了那一层，但有我的指引，萧承前避开了那一劫。所以这一世，我们可以按皇帝的谋划走下去。而皇帝的策略，大抵便是欲让齐王先让齐逃，窗外渐渐传来厮杀声，藏在宫殿中的暗卫护着萧承前杀出宫门。渐渐的，我听见水滴落的声音，分不清是雪还是雨。偌大的宫殿里，只余我一人还跪在地上。你父亲养了个好女儿，不过他犯下的可是诛九的罪，朕也一直清楚你在做什么。朕知道你恨柳廷章，所以将你许配给钱儿。你可知道朕是出于什么考虑？一滴汗落在地面，我将头垂得更低了，思索良久，终于找回自己的声音。陛下火眼金睛，民女做什么也逃不过您的法眼。民女斗胆猜测，您将我许配给三皇子，一方面是为平衡申氏一党，另一方面是为了逼柳廷章与民女反目。你确实聪明。钱儿喜欢你，朕不得不为他考虑，将你彻底与柳廷章划清界限。听到这里，我身子才渐渐放松下来。他不会杀我。随后他命我起身，端详许久，掏出一块免死金牌。若朕驾崩后，群臣仍有谏言杀你者，可用此避祸。谢陛下恩典。
我收下金牌，谢了。皇帝又转过身，一下跌坐回床上，外地的厮杀声似乎渐渐停了。太子一党尽数落网，妻妾皆冲为官妓，柳寒烟也在其中。皇帝做了充足的准备。金銮殿上，皇帝高坐上方，我与萧承乾站在殿中央。他一身血衣，神色凛冽。太监在一旁宣读旨意：授吕策宝立为皇太子。儿臣接旨。柳梦洛祝太子有功，即日起与逆臣柳廷航再无瓜葛，依旧约明年开春之日正式册为太子妃。臣女接旨。群臣窃窃私语，有忠直者直接出列阻拦，但都被皇帝驳了回去。朕是孟丽不顾危险救了朕，尔等自称忠臣，可有一人像他一样冲入殿内救驾？众人无言，有皇帝作保，再无人敢出来阻挠。我大仇的报，一切尽在掌握之中，最后还意外得了太子妃之位。按理说，我该高兴才是，可不知为何，心里总觉着不舒服，仿佛有什么东西违背了我自己的意愿。那日大典后不久，皇帝便彻底一病不起了。萧承乾受命监国，我则被留在宫中。莫名其妙的，我走到了一处依稀可见昔日辉煌的宫宇前。此处是废皇后的居所，自那件事后，她便关在这里了。我嗯了一声，本欲离开，脚下却不听使唤地推开了宫门。我让他们在外头等着，殿内还有2-3个宫女在打扫，只是态度懈怠。路上杂草丛生，我进了殿，废皇后正端坐在梳妆台前，朱翠毫无章法地插了满头。她淡淡看了我一眼，似乎并不惊讶。儿媳，你终于来了。儿媳，随即我摇了摇头。她曾是皇后，也是所有皇子公主的母亲，换我儿媳原也正常。她招了招手，让我过去为她梳头。我站在她身后，拾起一缕夹杂着白发的青丝。她开始喃喃自语：我从前很爱她，很爱很爱。我父亲助她登上皇位，她许诺给我皇后之位。可直到登基后，我才知道她还有个一直藏在京郊的心上人。她把她保护得很好，她不谙世事，双手也不像我这双操劳过度的丑陋不堪。她几乎日日宿在梅妃那里。我表面风光，多少次都听见那些势利小人在背后偷偷嘲讽我。我生下皇子后，他告诉我们的孩子会是太子，谁料梅妃也有了身孕。我虽嫉妒，却从未想过害他，可他也生下了皇子。他迟迟不肯下旨立锦儿为太子，他什么都不肯，什么都不肯。柳梦离，你本该是我的儿媳，若你是我的儿媳，你这般聪慧，定会帮锦儿夺取皇位。为何嫁过来的不是你，是那个蠢货？你和萧承乾伉俪情深，那我倒要看看，划灰了你的脸，他还会不会喜欢你？我倒要看看他会不会另寻心上人。你没事吧？萧承乾转而看向地上嚎啕大哭的废后。父皇说的对，你真是永不知足。就是这句话忽然点醒了我，我望向萧承乾的侧脸，心中五味杂陈。萧承乾下令彻底囚禁皇后，每日只许人送饭，做完这一切，他正欲拉我离开，废后忽然大喊：父子都是一样的，他是这样，你就敢保证萧承乾不是这样吗？我愣了愣，还是跟着萧承乾回去了。回到居所，萧承乾照例留下用午膳，我面色如常，心中却涌起前所未有的不适，脑海里翻来覆去都是皇后最后的歇斯底里，还有萧承乾说的那句话。皇后的遭遇让我想起了我的母亲，我只觉一阵无力，一夜未眠。次日，宫女进门的声音将我短暂从思绪中抽离。姑娘醒了，她说着推开了窗户。哟，外头的太阳好红啊！我起身站在窗边。经历了这么多事，我都快忘了一开始我是想在了结一切之后就离开这里。这时我才意识到，原来骨子里我还是上辈子的那个柳梦离，依旧被这些理智束缚着，仍是那个逆来顺受，被父亲打击之后只想相夫教子的柳梦离。不，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如此，我明明不差的。我确实对萧承乾有好感，可他那天的话始终在我脑海里萦绕，我也永远忘不了我们起初是因利益而相知相识。他或许会对我好，或许某一天我再也没有用处时，他也会厌弃我，并对我说你永不知足。小时候我便听说过皇帝与皇后相互扶持的故事，故事里的皇后端庄高贵，亲身接触过后，她已成了疯子。我闭上眼，呼吸着清晨的空气，真自由啊。某日我试探性地问萧承乾，若我突然消失，你会如何？你不会消失。我是说如果。你不会消失。
那日之后，萧承前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他以保护我的名义，在我宫外设了许多侍卫。我佯装不知，悄悄开始了另一个计划。我暗中变卖了几间铺子，积攒逃跑的资本。我不敢动作太大，萧承前太敏锐了。庆幸的是，他不知道张小孩的存在。那日解救我们于危难之时，张小孩还藏在箱子里。我自入宫后，便将张小孩调到了身边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件事我始终没有告诉他，我对他一直有所保留。这日，我假意散步，故意走到了梅妃旧居前，我想让众人退下，但他们都是得了萧承前指令的人，怎敢离开我身边？于是我故意疾言厉色：“姑娘，我们怕太子殿下那里。”宫女欲言又止，我打断道：“那好，我带一个人进去，你们其余人都守在外面，不就好了吗？”是。宫女们对视一眼，总算松了口。而我带的这个人正是张小孩。我按捺住激动的心，故作随意地踏入宫门。张小孩搀扶着我踏入殿内后，他迅速将门关好。我问道：“密道在哪里？”自张小孩入宫伊始，我便让他暗中在皇宫里挖一条密道，切实方便我的人接应。而这个地方正是我当年参加赏花宴时发现的绝佳之地。他挪开地毯，下方赫然是一条通道。我褪去华服，露出早已准备好的粗布衣裳。张小孩也同样换上了。此去之后，我们功成身退，按原计划，张小孩也将与我一同逃离。他熟门熟路地带着我走向出口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隐约听见后方传来嘈杂之声。张小孩加快了脚步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我们终于看见了亮光。我的部下早已备好马车接应。我们所处的位置是皇宫背后的深山，我命他们加快速度，绕过城军。我掀开车帘，朝山下望去，城内一道银色的洪流格外显眼，那是御林军。我放下帘子走了，再也不见。或许连萧承前自己都未曾意识到，他其实一直都轻慢待我，因为我是女子，所以他觉得我在聪明，缺乏实战经验，终究差他一截。可惜了，就是我这等女子敢在皇宫里挖出一条地道，而我这样一个小小的女子，也会带着一笔巨款和我忠诚的下属，去开拓一片属于自己的更美好的未来。我再也不会是上辈子的柳梦荣了。